该来的总会来，中国的舰载运输机要来了。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海军航空大学的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近日，一场新着陆模式实战背景下的运输机编组单飞比武考核，在华北某机场拉开序幕。海军航空大学某团按照战斗员的标准，增加了飞行学员高难度科目的训练时间和比重，贴近实战组织运输机着陆模拟组建，高标准实施低空和编队飞行等科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理解这个新消息呢？航空母舰舰载机的发展呢，经历了几个阶段，舰载机的种类数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比如说，过去航空母舰上没有直升机，二战后直升机逐渐登上了航母，不光登上了航母，甚至呢还可以在驱逐舰、护卫舰上起降。但是很多舰载机受到航母平台的影响，它们还无法登上航母。比如说，舰载的固定翼空中预警机就不能够在滑跃式航母上起降，只能采用弹射起飞、拦阻着舰的方式，在弹射型航母上使用。那么，中国的山东舰、辽宁舰目前使用的固定翼舰载机，主要是一款，那就是歼15舰载战斗机。从使用情况和综合作战能力上看，我们缺乏舰载的预警机和舰载的运输机。那么舰载运输机的作用大家都很清楚因为没有它，你就很难获得远方的情报，特别是几百公里外的敌方空中目标的信息，这对整个舰队的防空和相应的作战行动都会造成相当大的影响。那么舰载的运输直升机对航空母舰而言，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个平台，因为很多临时的人员的上舰以及关键的保障器材的运输，恐怕还需要由舰载直升机来承担。但是直升机存在的问题呢，大家也很清楚，因为直升机飞不高、飞不快、飞不远，如果远离海岸，他们就很难往返于航母编队和陆地机场之间。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款比较好的、航程比较远的、飞行速度相对比较快的舰载运输机来承担相应的使命。那么舰载运输机呢，我们现在也没有，因为它们无法采用滑跃的方式升空，这一点它和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的困难是类似的。现在有了弹射型的航母，那么舰载预警机就可以上舰了，那就是我们国家新开发的空警600。这个呢，在网上呢都有很多的照片特别是试飞阶段的这个照片流传出来。但是我们有没有国产的舰载运输机呢？目前情况看还没有。但是要想开发一款舰载运输机，相对来讲，对我们而言不是什么难题。因为既然舰载型的空中预警机都可以登上航母了，那么研制一款舰载的运输机可以说是小菜一碟。它的研制相对来讲比较容易。无论是舰载预警机还是舰载运输机，它们在设计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大马拉小车，就是发动机的功率尽量要大，而机体的结构重量要尽量轻，以保证它们在弹射状态下能够安全的离开航母，同时能够以比较安全的方式降落在着舰区。这样的平台我们研制出来了吗？目前还没有消息，但是从这次海军航空大学所透露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现在在用运七飞机在模拟这样的起飞和降落。可以看出来，我们未来的舰载运输机平台多半是基于运七或者是空警600
这个平台作为改进改型。那么一旦我们的舰载运输机研发成功，它对于我们海军的航母编队的综合作战能力的提升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可以说，对于快速的运送人员上航母，快速的为航母的相关后勤保障提供支援。当然，这样的舰载运输机平台，你再进一步的对它改进改型，它又可以成为一款既能在岸上起降，又能在海上起降的反潜巡逻机。可以说，只要我们国家开发出了舰载运输机，那么它的变形变种也会接二连三的诞生，从而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航母编队的综合作战能力。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